入宫20载，我陪着小姐从废妃走到太后之尊，我也从无人问津的小宫女变成连陛下都要敬一句的连姑姑。我做过许多坏事，王婕妤有孕，我害她落水；贵妃不愿殉葬，我又亲手勒死了她。直到死前，我才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终究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爹死后，娘背着我在街边卖豆腐为生，一双如水般青葱柔嫩的手捧起白豆腐，叫卖的声音更是如柳上莺啼。打马而过的侯府三爷瞧见后慌了神，当夜就把人带进了侯府。三爷后院热闹，不过新鲜月余他就把我娘抛之脑后，转头去捧新出来的花魁娘子。三夫人善妒不容人，趁机将我娘的院子落了锁，生生要饿死我们。我有奶水喝，可娘只能吃院子里的野菜。后来野菜没了，她也没了奶，只能爬上院中的大树，高声呼喊。不成想在翻院墙的时候掉了下去，遇到了老夫人身边的嬷嬷。娘被诊出了身孕，是三爷的孩子。三夫人被禁足，却也仅仅只是禁足。即便不喜欢侯府，可娘依旧满心欢喜，期待肚子里的孩子，缝制了许多小衣裳。怀胎8个月时，她难产死了，留下来个女孩，是侯府的七小姐。老夫人取名为梦溪，溪字何意？或许是惋惜，也可能是怜惜。娘生前常为老夫人抄写佛经，缝制鞋袜。老夫人怜惜七小姐年幼丧母，亲自带在身边教养。一开始只是养着解闷，但养着养着就有了感情。王嬷嬷本想将我送出去，但或许是姐妹连心，我一走小姐就哭，哭得撕心裂肺，小猫似的嗓子叫人可怜。王嬷嬷没办法，只好将我留下来。小姐说的第一个词是姐姐，她笑眯眯地看着我，伸出莲藕般白胖的双手。我正要抱她，王嬷嬷却冷着脸将我叫走。她警告我要做好奴婢的本分。我连连点头。小姐的亲人有很多，而我的亲人只剩下她了。小姐8岁时还是知道了真相。莲雾，你是我的姐姐对不对？她睁着好奇的眼睛。我面不改色，小姐，莲雾只是奴婢，五小姐她们才是小姐的亲姐姐。小姐摇头，我生辰那天也是娘的忌日，我瞧见你哭了，你还悄悄买了许多祭奠之物。你看，我们连耳尖痣的位置都一模一样。小小年纪，她已经学会察言观色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起王嬷嬷的话，最后什么也没说。小姐也不恼，反倒将软茸茸的脑袋靠在我身上，笑眯眯地说：阿姐，你答应我，我们才是天下第一好。小姐及笄那年，老夫人没了，原本下定的婚事，经三夫人着手后落在了五小姐身上。那婚事是老夫人千挑万选的，对方人品贵重不说，家世也出挑。宴席上我曾见过一回，翩翩公子，相貌堂堂，瞧见小姐就红了脸。被抢了大好婚事，小姐没哭没闹，只是把自己关了起来。半个月后，原本该进宫选秀的6小姐突然生了一脸红疹。侯府共3房，大老爷是嫡出长房，继承侯府爵位。6小姐是侯爷嫡女，最适合入宫。可是横生变故，几位爷商议后，决定换小姐进宫。3房子女众多，这些年来小姐斗嫡母，和姐妹争宠，从来没落过下风。她最不甘屈居人下，四四方方的宅院倒是有数不清的烟杂事。深宫没有自由，若不是三夫人打算将小姐嫁给年过70的将军当续弦，恐怕她也不会出此下策。侯府为了让小姐入选，做了许多准备，光是教养嬷嬷就备了3个，其中一个收了我的好处，说陛下喜欢绯色，若大选那日着绯衣，必然中选。我听了进去，转头又悄悄让绣娘赶制了鹅黄和烟青色的2身衣裳。选秀当日，小姐选了那身鹅黄色的起云裙，少女娇俏，像是一朵迎风绽放的迎春。果不其然，她中选了。几位嬷嬷来讨赏，那位告知我皇帝喜好的嬷嬷却悄悄躲在后面，眼神躲闪。小姐脸上带着笑意，命人以偷盗罪名将她杖责30，扭送官府。等到四处无人，小姐才说，殿选那日，一名秀女正因穿了飞烟罗裙，被陛下下令剥去衣裳，即刻杖杀。
我惊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幸好没有信那嬷嬷的话。小姐声音冷得可怕，宫里人说，陛下生母死时穿的就是绯衣。我点头，决心以后再也不碰这个颜色的衣裳。宫里的秘闻不少，一旦踏错一步就是万丈深渊。小姐和我都心知肚明，那嬷嬷多半是三夫人安排的。她怕小姐入了宫，得了圣宠，以后宫宴上还不得不跟最讨厌的庶女低头问安。小姐说三夫人蠢，若是她因为惹怒陛下被杖杀，侯府也定会被牵连。小姐说的不错，那秀女的父亲当天就被褫夺了官职，全族不得为官科考。三夫人听闻后吓得两眼发白，此后老实起来，不敢再做什么手脚。小姐的位分只是美人，并不出挑，新人谁也没得宠。此后半年，陛下似乎才想起来，随手翻了一张新人的牌子。小姐不甘心，换上了娇纱舞裙，在圣驾必经之地月下一舞，竟真得了陛下的恩宠。她第一次侍寝那天，我就在屋外候着。宫门外传来文才人的骂声，太院小姐抢了她的圣宠，竟跑了过来想哭诉给陛下听，只是还没走近就被侍卫拖了下去。这宫里什么样的女子都有，温柔体贴的小家碧玉，英姿飒爽的将门虎女，甚至还有妩媚动人的一国贡女，在我看来没什么差别，进了宫都只能为了男人的恩宠活着。小姐却不这么觉得，她摸着陛下赏赐的琳琅珠宝，眼里满是野心。如果是为了真心与情爱去争宠，那就是蠢，只有权势和地位才是真正能握在手里的东西。皇上喜欢围猎，小姐为此学会了骑马射箭，在秋猎中一身奇装，挽弓射杀3兔1鹿，陛下越发喜爱她，连连封赏，甚至下旨将阿娘抬为了三爷嫔妻，还赏了诰命头衔。我想象了一下，娘的牌位进祠堂时，三夫人的脸色应当不大好。但是阿娘真的想进侯府的祠堂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不愿的。当年她是怎么进侯府的呢？半是诱哄，半是胁迫，从来没人问过她的想法。作为小姐的贴身宫女，我比那些不受宠的妃嫔见到皇上的机会还多。皇上对小姐很上心，他记得小姐的喜好，也喜爱她的小性子，纵容她在后宫掀起各种风浪。就连对我这个不起眼的宫女，他也是和颜悦色。但我也没忘记，他曾因为一件衣裳，随意要了一个女子的性命。他是帝王，有情亦是无情。奉小姐之命给陛下送莲子羹时，恰好御前侍卫交班。我低着头侧身走过，却瞧见其中一人的袖口破了，半月形的裂缝扯出里面的赤金线，应是习武摩擦所致。我跟着他走出宫道，在他回头时轻声提醒：大人，您的袖口破了，若不及时缝补，御前失仪被问罪可不好。他站住脚步，侧头看我，一双眼眸漆黑如墨，又像沉静的山脉。他没说话，我拿出随身带的荷包，将针线取出，双手奉上。大人若不嫌弃，可以自行缝补。你的针脚怎么样？他扬起胳膊，将袖口递到我面前，示意我替他缝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人后，迅速穿针引线，走线平齐，规规矩矩地藏在袖口深处。奴婢告退。我默默行了一礼，他却突然叫住我：你是哪个宫的？我将头埋得更低，大人天之骄子，奴婢蒲柳之姿，不必相识。被人看见宫女侍卫拉扯可不好。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里。能在御前伺候的侍卫都不是凡夫俗子，总有宫女意图攀附他们。估计他以为我也有攀附之心，但我并不贪图能一步登天。结交的人越多，所听所见也会更多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侍卫不仅仅是禁军统领，还是显国公之子沈楼玉。在碰见他时，我不敢搭话，只低头看着脚尖。我往左走，沈楼玉也往左；我往右，他也往右。扑通一声，我跪下来，求大人放过奴婢。怕什么？他瞧我神色紧张，轻轻笑了一声：这个你可否帮我缝补好？他递过来一个褐纹香囊，那褐姿态飘逸，原本细腻的羽毛却被磨得散乱不堪。我抿唇，若是心爱之人所赠之物，沈大人理应好好爱惜，而不是事后弥补。沈楼玉失笑，姑娘说的是，这是家母所赠，
我亦不想让他觉得我不爱惜，烦请姑娘帮我修补一二。为何是我？说实话，我的女工仅仅只是能看罢了。若是找我府上的人，家母定然会知晓。姑娘既帮过我一回，想来也不差这一回。沈楼玉清冽的眼眸微微一动，嘴角带了几分笑意。我应了下来。御前如果有熟人，我和小姐在这吃人的宫里能更好的生存下去。寒冬降临，今年下了厚厚的雪，宫中的炭火一向是有定量的。小姐畏寒，内务府知道后总会讨好的多送一些。有人多了，自然也有人会少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工人克扣的竟是琼华宫疯了的王婕妤。雪簌簌落下，园内梅花映雪，一声刺耳的尖叫不合时宜地响起。王婕妤面目狰狞，攥着手上的簪子就要刺向小姐。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我挡在小姐身前，下意识制住她，手上却没控制好力道。那一刻，仿佛时间停止。扑通一声，王婕妤掉进了一旁的眉心湖，冰冷的湖水瞬间将她淹没，霎时间没了响动。小姐走上前看了一眼，目光镇定，决然拉着我走。疯子而已，是他自己失足落水，和我们没关系。是啊，谁会管一个疯子的死活？蝼蚁都尚且不能自保。但我没有犹豫，还是跳入了水中。救上来时，王婕妤已经昏了过去。我也被冻得发抖。小姐揭下自己的斗篷披在我身上，恨恨地开口：我最讨厌你这副菩萨模样，明明是她自己自作孽。我没想到的是，王婕妤居然有孕了。因为落水，不仅孩子没了，还落下了病根。皇上听到消息后，赶来湖边偏殿。他坐在殿中上首，脸色阴沉。还没问话，一个小宫女就跳了出来，指着我道：陛下，奴婢要告发孟美人。梅园其他的宫女都瞧见了，就是孟美人身边的莲雾将王婕妤推入水中，这才害了皇嗣。我一动不动跪在地上，已经做好了揽下一切的准备。只是可惜，昨日我和小姐的棋局还没下完，沈大人的鹤纹香囊也才堪堪绣了一半。皇上突然走过来，捏起我的下巴，又看了看小姐：你倒是和你主子长得有些像。他看着我突然笑了起来，似乎心情很好。拖下去，赐死！小姐脸色一变，立刻跪在前面挡住我：陛下，一切都是妾。话音未落，那告发我的宫女就被拖了下去。她瞬间慌乱起来，怎么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是自己被处死。梅园的宫女都有统一的服饰，这时候我才注意到，那小宫女鬓间簪了朵绸花海棠，服饰也改了样子，尽显腰身。她是什么心思？昭然若揭。不过是想抓住机会在陛下面前露脸，妄想一步登天。陛下，奴婢没有说谎。生死紧要关头，他手脚并用爬了过来，已经顾不上脸上的泪痕是不是楚楚动人。其实不只是他，其他人也不明白为什么陛下这么做。王婕妤，皇上神情冷淡，朕都差点忘了他。眸光一凛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小姐进宫之时，王婕妤已经疯了许久。陛下不可能照信一个疯子，那他腹中之子，要么是太医的，要么是宫中侍卫，再或者还有净身不完全的太监。宫妃混淆皇室血脉，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不会被留下来。陛下挥了挥手，命人堵住那宫女的嘴，拖了下去。我看见她在挣扎间，指甲划破皮肤，露出3道血痕，眼中满是濒死的绝望。我跪在地上。皇上的声音自上首再度传来：你忠心护主，赏金100两。我跪拜下去，声音仍然有些发抖：谢陛下赏赐。那天后我生了场很重的病，传言梅心湖曾冻死过上百人，那冰冷的湖水深深刺入4肢百骸，果真不是吓人的。小姐一直照顾我，就像小时候那样贴着我睡在一旁。她睫上的泪珠都要落下了，又不承认自己在哭。有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姐姐当的一点也不称职，其实大部分时候都是我在依赖她。宫里发生了件大事，太医院里每日给嫔妃提供的养生丸突然被查出了避子药的成分。太后震怒，下令彻查此事。宫里一个孩子都没有，众人都猜测此事多半是贵妃所为。陛下还在前邸时期，贵妃就已经随侍一旁。
二人自幼青梅竹马的情谊，自然是旁人比不来的。只是可惜贵妃入府多年都不曾有孕，又眼睁睁看着后宫美人如云，心生妒忌。我想到那个眉目如画的女子，我只在小姐第一天进宫的时候见过贵妃一次。她面容恬静，穿着华贵的服饰，眼底的温和透出一股萎靡，消瘦的身形仿佛下一刻就要随风而去。那个眼神我久久忘不了。现在我才猛然惊觉，阿娘也曾露出过这般的眼神，绝望中又带着一点点希冀。或许这世间大多数女子的命运从来都由不得自己。我的病情反反复复，养了1个多月才见好。养生丸的事情没了后续，有关贵妃的传言也突然销声匿迹。宫人们偶尔还是会偷偷嘀咕几句贵妃，话里话外说她是太后亲侄女，太后不护着她还护着谁？我一个小小宫女，没兴趣也更没资格追查主子们的事情。沈楼玉知道我生病，派人送了些内调的药。养病期间，小姐不让我做任何事，倒是给了我时间把沈楼玉的香囊绣好了。王婕妤被赐死，宫里没人在意她的死活，我给她上了一炷香。听闻她是武将后人，使得一手好剑法。当时我根本没使多大力气，我甚至觉得她是一心寻死，故意被我推入水中的。小姐说我白当了一回好人，深宫无情，还差点牵连自己性命。可她不知道，不久的将来，就是这善良救了我们的命。入宫近3年，我的针脚越来越好。又一年年末，小姐被诊出有孕了。陛下和太后都极其重视这一胎。彼时小姐已经位至4妃之一，鬓间的发饰也越来越繁复。我摸着她的头发，有些感慨，她也是要做母亲的人了。阿姐，等以后你成婚，我要让你当上诰命夫人。我笑着说我不想嫁人，只想守着她。她却调侃我，一口一个沈大人。我都一笑了之。为了防止他人暗害，小姐的每一道善事都由我经手。皇上派了侍卫，太后只派了太医，就连侯府也送了有经验的嬷嬷进宫来。小姐被保护得密不透风。我原以为是宫里珍视这第一个孩子，直到沈楼玉在假山后扯住我。她神情凝重，莲雾，淑妃是你最重要的人吗？当然。我没有丝毫犹豫。小姐是我在这世上最后一个亲人。沈楼玉的表情让我有些不安。怎么啦？难道谁要害她？我一紧张，不小心踩空，沈楼玉眼疾手快拉住我。站定片刻后，他才背过身。当年，陛下的生母是在他被立为太子那日赐死的，这也是陛下最厌恶绯色的原因。这是皇室秘闻，前朝外戚干政，先帝为了避此祸事，曾留下子贵母死的遗诏。淑妃这胎若是皇子，就是长子，以后被立为太子的可能性很大。那一刻仿佛天旋地转，他的声音忽近忽远，我有些听不清了。他和孩子或许只能活1个，你们早做打算。我的腿有些发软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关雎宫的。平退其他人，我跟小姐重复了一遍沈楼玉的话。一时之间，屋内只剩残雪簌簌落下的声音。小姐沉默着，突然抬头问我，阿姐，如果当年母亲知道生了我她就会死，你觉得她还会选择生下我吗？殿内的火烧得暖融融的，我的心跳得很快。其实这么多年，母亲的容貌我已经淡忘了许多，就连小姐想替她作画，我也只能说出10之1、2。阿娘和小姐从未见过，但我见证了他们对彼此的爱。阿娘替小姐缝制的衣裳又暖和又好看，就连讨好老夫人也是替她谋一条出路。而一向冷静的小姐，在五小姐嘲笑阿娘是个没福气的寡妇时，和她大打出手，头破血流也不肯放手。所以我只能摇头，我不知道，但是阿娘很爱你，也很爱我。小姐低头笑了，回握住我的手，阿姐，我先是我，是一个人，是一个女人，然后才是你的妹妹，皇上的妃嫔，孩子的母亲。所以如果是我不会生下她。如果沈楼玉说的是真的，确实要早做打算，现在月份还小，看不出什么。若是公主也就罢了，若是皇子，我会亲手杀了这个孩子。他眼中是若有若无的讽意，我不是什么品格高贵、一心奉献的好母亲，我才不会为了一个孩子舍弃自己的性命。
他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犹豫就做出最利己的抉择。太医说，小姐腹中80%是皇子以后。贵妃派来问候的人来得越来越勤。小姐看着成堆送来的补品，笑得漫不经心。难怪她这么关切，原来早就看中了我的肚子。外戚干政，真是好笑。生母死了还有养母，太后这些年来干涉的政事还少吗？小姐面容平静，伸手死死掐住陛下赏赐的牡丹，花瓣成泥，鲜红的汁水随着掌心滴落。落胎的法子很多，但也伤身。盯着小姐的人太多，自己想要下手都成了难事。出行前后簇拥，食材也是太后亲信一一盯着，太医查验后才能上桌。我想到了一个偏方，虽险，但决定赌一把。小姐生产那日，我仔细盯着每一个产婆，她们手脚麻利，倒也没做什么小动作。随着一声啼哭，孩子出生了。我仔细看了看她的模样，对着小姐如释重负地笑了。我将孩子抱出门外，太后上前问，是皇子还是公主？她眼里的急切丝毫不掩饰，倒是贵妃安静地坐在一旁。禀太后，淑妃娘娘诞下一位小皇子。嬷嬷第一个讨赏。太后的笑意更甚，好，好。皇帝，贵妃多年都没有子嗣，你第一个皇子，不如就让他抚养吧。至于淑妃，她看了眼身边的嬷嬷，那嬷嬷手中捧着一道明黄色的圣旨。我抱着孩子的手一抖。陛下，小皇子他身体有异。在众人的目光中，我揭开襁褓，孩子哭声洪亮，却天生并指，左手2根手指紧密地贴合在一起。并指畸形，身有残疾，不可继承皇位。太后脸色一变，倒退一步呵斥，没用的废物。陛下皱着眉，贵妃这时才温和出声。陛下，听说太祖也有一位公主天生如此，说是与佛手一般无二，这孩子也是跟佛祖有缘呢，淑妃有福。我悄悄看了一眼贵妃，这话本是我打算说的，但无论如何，小姐和孩子的命都保住了。大皇子乳名唤平安，会说话后古灵精怪得很。他最喜欢喊我连姑姑，拉着小宫女们一起玩捉迷藏。左手的病指让他注定成不了帝王，但能保他平安无虞一生。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风雨欲来。自去年贵妃病了后，皇上将管理后宫之权交给了小姐，而朝堂上有人开始弹劾侯爷，说他多年来暴敛欺民，甚至还和邻国来往密切。妃嫔的依靠除了恩宠，还有母族。小姐这几日脸色越发不好。走神之际，我失手打碎了多宝柜上的抱月瓶。当着众人的面，小姐难得对我发了脾气。好歹是从侯府跟我进宫的，怎么现在心气大了，让你拿个花瓶都不乐意？这么毛手毛脚，我看你也不必再在我身边伺候了，自己滚去花房。下人战战兢兢跪了一地，我没有辩驳求饶，自行去了外面领罚。唉，小姐现在做戏的功夫比以前差了许多，眼里的不忍都快要溢出来了。我在花房的第3天，侯府被问罪抄家，罪名坐实，男丁皆被斩首，就连外嫁女也受了牵连。而小姐被废为庶人，迁居宫外的幽宫。她走的那天，正值春雨连绵，一把竹伞，一身素净的青衣，倒是干净利落。我知道她不想牵连我，更想我留在宫里。阿姐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为了府中的地位，经常去讨好父亲，有次正好在他的书房发现了一个密室，我用那密室里的东西跟陛下做了交易，换了我这条命。说到这里，她笑起来，如春樱般明媚盎然。姐姐，我们由同一个母亲孕育而生，注定是要纠缠一辈子的。相信我，我们还会绝处逢生。生母被问罪，再加上天生畸形，人人都对大皇子避之不及。倒是贵妃求了陛下，想要抚育平安，皇上允了。我偶尔会去给贵妃请安，自从她抚养平安后，身子好了许多。她从未拦着我见平安。小孩子长得快，衣服一下子就短了，贵妃竟然亲自给她做衣裳。偶尔平安会问我，母妃去哪了？我只是握着她的左手，慢慢笑着说，母妃去寻老神仙了，等寻到了，就让她实现平安的愿望。那平安想快快长大，我想保护母妃，保护连姑姑，还有贵妃娘娘。
贵妃娘娘待我也是很好的。站在不远处的贵妃露出了笑容。一开始花房的人对我还算恭敬，后来见皇上一点也想不起淑妃，分给我的活也越来越重。沈楼玉找过我，问我想不想出宫。如果想，他可以纳我为妾，虽然只是妾室，可却不用为奴为婢。我觉得他说的不对，妾室只不过是高一等的奴婢罢了，而且我还得等小姐呢。宫里一个不怎么受宠的妃嫔诞下了二皇子和大公主，当夜她就因难产去世，孩子被抱去了寿康宫太后那里。这2年，陛下和太后的关系越来越糟糕。我数着日子，埋头在御花园培育卫子牡丹，没成想碰到了一个最不想遇到的人——文妃。曾经的文才人，那介秀女本是她第一个侍寝，却被小姐抢了先，还跑来咒骂过小姐。侯府一事，文氏出了不少力气，所以她虽然没什么恩宠，却被陛下封了妃位。哎，这不是淑妃身边的莲雾吗？瞧我这记性，这宫里哪还有什么淑妃啊？只不过是幽宫多了一位孟庶人罢了。文妃的笑声有些刺耳，她一步步走过来，眼神中满是兴奋。幸好她把你留给我了，不然这深宫里的生活多无趣啊！我趴在榻上，只觉得背部火辣辣的疼，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。给我上药的小桃放轻了动作。莲雾姐姐，你忍着点。自从文妃把我从花房要去了她宫里后，我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。人人对我避之不及，倒是文妃身边的一等宫女小桃悄悄替我藏了吃食，还带了药。我只觉得她看着眼熟，却一下子想不起来。姐姐可还记得那年在内务府门外，小桃人如其名，倒是长得可爱。我隐约记起来了一点。有次去内务府取月例银子，恰好遇到一个小宫女，她红着眼睛蹲在门口，脸上还顶着2道清晰的巴掌印。她看见了我，立刻跪在地上。莲雾姐姐，我是文才人身边的小桃，我知道你最是心善，求你帮帮我吧。若我再拿不回去月例银子，主子他怕是要活活打死我了。宫人惯会见风使舵，对于不受宠的妃嫔，克扣炭火银钱都是常事。而文才人又骄纵跋扈，最常拿下人出气。我带着他重新进了内务府，替他拿了应得的份礼，还送了他一瓶伤药。入宫这些年，我曾帮过御花园的小宫女，冷宫里的太监，人人夸我好心肠。虽然都是小恩小惠，可现在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恩小惠开始回馈我了。文妃又欺辱你了？假山后，沈楼玉离我1臂远。我往下扯了扯袖子，不置可否。你为何不愿出宫嫁我？我还能替淑妃向皇上进言。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，只觉得太过深邃，引人陷入。沈大人，且不说文妃不会放我走，更何况我们不是一路人。沈楼玉轻笑一声，步步紧逼，不是一路人。我们相识多年，我以为你知道我的心思。我忍不住后退半步，又直直对上他的视线。其实当年我都看见了，沈老夫人那枚鹤纹香囊上的丝线难得，用完后我本想再找你取一些，却正好在脚亭看见一个小太监不小心撞了你，你明明笑着说没关系，下一刻又将他踹进了湖里。那抹漫不经心的狠戾我至今犹记。沈楼玉端方君子的名声人人皆知，在看见那之前我也深信不疑。好人难做，是因为但凡有了一点污点就会被无限放大，但是沈楼玉帮扶弱者孤儿做的善事也是实打实的。沈楼玉，你的面具太多，我不知道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你。沈楼玉的眼眸微起波澜，脸上没有被揭穿的恼怒，反而笑了起来。我若能装一辈子，那也是个人人夸赞的大善人。王婕妤那样的疯子你要救，卑微懦弱的宫女你也救，那我呢？你能成全我吗？他步步紧逼，我退无可退，干脆也上前一步，揪住他的衣领，一字一句道：沈大人，那我也想问问你，为什么我刚落到文妃手里时你不来，偏偏在我受尽折磨的时候出现了？就是主的游戏真好玩，不是吗？交错的呼吸打在脸上，如鸳鸯交颈。沈楼玉的声音软下来，不禁叹息，原来你是怪我来晚了。你知道我现在兼任刑部。我笑出声，松开手打断他，不必说刑部的事务太忙，你也知道这个借口太拙劣了吧。沈楼玉脸眸，
我只是想当你的靠山，让你全心全意依赖我。可我不想。你和淑妃一母同胞，她是主子，你是奴才，难道你不心生嫉妒？我可以把你捧至高位。他倒是将我的底细查得干净。我微微一笑，沈大人，这就跟蚌壳进了石子一样，人人都羡慕你得到了珍珠，只有你自己觉得痛不欲生，苦不堪言，不如不得的好。人对于没走过的路总是怀有各种期待，其实走好眼前才是最重要的。小姐走的是一条富贵路，也是一条不归路。至于我们，不过是镜花水月，各取所需，你接近我同样是有目的。沈大人是陛下亲信，当年子贵母死的消息，难道不是陛下授意的吗？沈楼玉的脸色变了变。我接着道，陛下生母被赐死前不甘心，竟说当年不如不生陛下的好，谁知正好被年幼的陛下听见，生了心魔，所以他想看淑妃会做什么选择，是会为了保全自己舍弃孩子，还是母爱大于对生的渴望。我一直觉得，陛下温润的皮囊下就是个蛰伏多年的疯子。当初为了验证沈楼玉的话，我去寻了偶然相熟的一个嬷嬷，她伺候过老太妃，知道的事儿也多。等她吃醉酒，那些不该说的话就套了出来。太后的人盯得紧，还有皇上的步步试探。如果当时选择舍弃孩子，恐怕小姐依旧会没命。这个孩子不得不生，所以才有当初的铤而走险。沈楼玉垂眸，并没有反驳我，大皇子的病指不是天意，而是人为，对吗？有些事情你我心知肚明就好。我后退一步，恭恭敬敬行了一礼，这些年多谢沈大人照顾。我慢慢扬起笑容，至于我的靠山吗？他马上就要回来了。沈楼玉一怔，淑妃要回宫了。你做了什么？其实我也没做什么。太后只对病弱的二皇子上心，文妃为了圣宠将大公主抱在了身边养着。只是她实在不喜小孩聒噪，就连孩子生病都不怎么上心。所以在收到小姐的信后，我选在文妃侍寝那天，将高烧的小公主抱在怀里，轻声唱起了一首红小儿的歌谣。伺候过老太妃的那位嬷嬷，也侍奉过陛下生母，曾经的赵妃。嬷嬷一辈子待在宫里，不曾婚嫁。我答应给她养老送终，她就将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，包括这首赵妃最常哼起的歌谣，也包括赵妃最后的甘愿赴死。陛下在看见我的那一刻，微微失了神。你伺候过淑妃，怎么会唱这首歌？奴婢的母亲会唱，小公主难受不肯睡，文妃娘娘到底没生养过，照顾不周也是难免的。我面不改色说着谎言。文妃因公主一事被降罪，陛下去狩猎时路过幽宫，将小姐接回了宫，复位淑妃。他带回了一个女子，应该就是信中他提到的神医弟子。平安的病指或许能够治好了。这2年太后越发急躁，小姐回宫不久，朝臣又提起立太子一事。带头上书的老将军却突然病故，他是太后亲弟弟，论起来也算陛下的舅舅。老将军是陪先帝开疆拓土的，他的军功和军中的威信就是太后最大的倚仗。这些年来，太后替家中的小辈安排了不少官职，只可惜没一个成气候，逗猫遛狗倒是在想。老将军一倒，陛下的亲信又铲除了不少其背后势力。沈楼玉被安排去了军中，接替边关要职。一场大火在寿康宫烧起来，火势大到我在关雎宫都瞧见了阵阵浓烟。这场火来得突然，带着机筒的前火兵虽然来得迅速，但依旧来不及了。外面吵嚷，小姐正带着平安链子。我听着宫女来报，太后和二皇子都没了。二皇子那间厢房没有火势，本是就出来了的，只是烟雾呛人，那孩子又太过体弱，有些看起来像是人为的事情，其实就是天意。太后薨逝后，陛下将生母追封，那封号好长一串，像是要将这世间最好的词都放在一起。宫里新来了一位道士，据说能通幽冥，让陛下与生母相见。他清俊淡然，仙风道骨，看起来颇为年轻，却号称已经100岁有余。陛下一开始还半信半疑，但一觉睡醒后，立刻将那道士封为了座上宾，还拜师开始修炼。小姐和我说，那道士日日在陛下寝宫熏的香似乎有问题，眼见着陛下日日沉溺于梦境，
但是谁也不敢提。陛下的安危有太医负责呢，太医都没说什么，我们插什么手？小姐安慰着其他妃嫔。皇上将大公主也送到了关雎宫，让小姐抚养，但她现在一心扑在平安的病纸上，无暇顾及公主。而我自从在文妃内哄过大公主之后，她开始变得很黏我。我觉得她有点像小姐小时候，总是格外怜爱一些。大概1年的功夫，陛下越来越离不开那像。在一个雨后清晨，陛下悄无声息死在了龙帐里。小姐很平静，大概内心早有准备。那倒是成了人人喊打的妖道，天一亮就没了踪迹。这时候宫里已经乱作一团，几位王爷为了继承皇位一事争吵不休，甚至大打出手。直到陛下身边的进士王公公拿出遗诏，立大皇子为太子。怀王当场就破口大骂，骂小姐是妖妃，定是故意矫诏，大皇子身有残疾，怎配继位？小姐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牵着大皇子走到大殿之上，高高举起他的左手，5根手指根根分明。怀王，你可瞧清楚了？我眼看着怀王的脸青了又白，抓着遗诏反复看，希望找出一点错漏。其他人已经跪下恭迎新帝，他最后也无奈，弯腰跪了下去。小姐成了太后，子贵母死，那道不被世人所知的遗诏，早就随着被烧毁的寿康宫成了灰烬。新帝年幼，丞相辅政，只是我没想到陛下还留了一道遗诏，竟是要赐死贵妃。我去宣旨那天，贵妃应是早就得知消息，一身素白，不施粉黛。我就知道她连有养育之恩的姑母都杀了，顾氏一族皆付出了代价，她怎么会放过我呢？她的声音带着讽意，可是也没人问过我的意愿，我从来就不想进这求人深宫。自由2字，哪怕片刻，也是我一生的求而不得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带来薄荷辛辣的清香。贵妃祈求，看在我曾抚育过平安的份上，不要将我葬在皇帝身边，越远越好。即便是这种时候，贵妃依旧温柔。她看向桌上摆放整齐的白绫、匕首和毒酒，选择端起了酒杯。我快速伸手夺了过来。贵妃娘娘，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尹章，我叫顾尹章。贵妃的眼神布满灰败。弄璋之喜。璋，一指男孩。原来贵妃在顾家也是不被期待的女孩。我轻声问，如果想换个名字，你想叫什么呢？贵妃看了看屋外的天，有些随意道，清风吧，能够自由自在，穿梭云间。我握着白绫笑了笑，贵妃不愿殉葬，我已亲手勒死了她。陛下登基，宫女凡是年满25的，皆放出宫去。清风，拿着你应得的盘缠，出宫去吧。替贵妃赴死的死囚替身已经找好，往后不论她是和那妖道一起私逃，还是自由自在过自己的日子，都是由心的选择。那倒是通过贵妃才进宫的。小姐知道贵妃对陛下的杀意后，不但没阻止告发，反而还悄悄推波助澜。照她的话来说，本来当上太后至少还要个10年8载的，现在直接一步到位，她倒是要感谢贵妃。新帝给我封了诰命，同样也给阿娘，她的外祖母追封了燕国夫人。小姐觉得不够，阿姐，这些年苦了你，陪我在这深宫蹉跎时光。沈楼玉要回京了，你可还有什么想法？小姐打量着我的神色，又说，或者另外再挑一户好人家。我看那新科进士有几人年岁相当，就是要再探查一下底细。我轻哼一声，如今我有钱有闲，还要男人做什么？如果你真想补偿我，不如让我带着如归出宫游历去吧。大公主名唤如归，这孩子和一般女孩有些不一样，对一些奇闻怪事和山川四海颇感兴趣。会识字后，竟还说过要自己造船出海。但也是他那句话，突然点醒了我。这大好河山，书里的哪有亲眼瞧见的震撼？我们仔细规划了路线，小姐又叮嘱了许久，才让我们出发。船行驶到宣州的时候，来了一名不速之客，竟是沈楼玉追了过来。如归以为是刺客，本想喊人，被我制止。沈楼玉笑了笑，说自己只是想当个护卫，没有其他心思。如归小小的脸皱成一团，母亲，我瞧他肯定有别的心思。沈楼玉听见如归唤我母亲，神情一滞，你何时成婚了？
还有了女儿。孩子父亲呢？也在这里吗？如龟抢着答，我父亲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死得好啊！沈楼玉眼睛一亮，似是意识到自己太开心，这话说的也不妥当，他有些心虚地摸了摸鼻子。天大的误会啊！如龟本就黏我，曾揪着我的衣袖，在睡梦中一语了一句母亲。我本想纠正，但他一哭，我的心就软成了一团。小姐听到后，笑着问如龟不如认了我做义母。公主，这位是沈大人，曾是先帝伴读。沈楼玉的笑僵住了。公主和沈楼玉纠缠这些年，当初没有一点心动肯定是假的，如今终于轮到我拿捏住了他。我们看了如画的烟雨江南，走过孤烟大漠，也登上出海的船，见到了波澜壮阔的海天一线。我们走过许多地方，等回到京城，平安又长高了许多。一年中有大半时间我都在外游历，沈楼玉常常陪在我身侧。等到年纪上来了，倒是安安心心待在京城了。沈楼玉比我先一步走，还在闺阁时，小姐就和我说过，以后嫁人定要嫁文官，武将一身伤，还要上战场，活得久的可不常见。如今倒是一语成谶，不过我觉得他这人命比我短多半也跟小心眼有关系。我心态好，又乐观，当然活得比他久。又是好几个春秋。临终前，小姐守在我的榻前，平安和如龟都跪在一旁。小姐红着眼睛，捂住了嘴，也捂住了要溢出来的哭声。都是当祖母的人了，还哭成这样，怕什么？大家都有要死的那天。我的话有些有气无力。小姐破涕为笑，姐姐，别忘了你小时候答应过我什么。我答应过什么呢？夏季的蝉鸣响起，那道清脆的声音说，好，就算到了阴曹地府，我们也是天下第一号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